哎，看不到脸，没事。看不到什么？我看不到自己的脸，没事，就这样。我可以看见，你就是不要出镜就行。你就是我现在在这儿。你现在在？可以，保持着。对，你就保持着。你开头吧。就我开头了呢。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吐槽室。来 Peter， 你有什么重磅的消息来跟我们做个分享？就是感觉现在新发的那一期 iPhone， 就大家好像都觉得很丑嘛。我觉得第一，可能颜色我比较喜欢橙色，但是就不评价那个外形，但我喜欢颜色。啊，是吗？啊，你觉得不是？我其实当时就简单就在公司大概看了一眼，我觉得颜色挺好的，看看性能，然后结果性能好像没有必要再花那个钱去换，那就算了，没有必要为了颜色买单。我觉得颜色变化还蛮大的，因为我感觉以往的 iPhone 的系列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商务，没有说很跳脱的颜色。今年好像突然一下把像那个 iPad Air 的配色放到了 Pro Max 的感觉，就是或者 iPhone 就是基础款的那个颜色。之前就算是基础款，他们用的颜色都是比较淡一点的。对。但这个是纯度很高。对，我觉得其实颜色它是调的不错，就是橙色、蓝色，就银色就很基本嘛，都还蛮好看的。我主要不太喜欢它后面的背板，就是你会有一个色差，这个让我，就缺少了这个一致性的。对，但因为我们熟悉的 Apple 的产品都是很一致，就全部就很一体、很流畅这个感觉嘛。这次就觉得镜头很突兀，背板也很突兀的。但今年卖得特别好。其实每年大家都吐槽，就不喜欢它这样，不喜欢它那样，或者就性能没有升级啊，各种东西，但每年都卖得很好。对，我看今年好像是说就是上线了之后就被卖，现在好像已经到10月份你才能取货了嘛。我甚至当时第一个反应是不是因为它更好能够给你粘那个充电宝，包括可以粘那个磁吸的一些配件。手机配件，觉得好像是不是它那个凸起来，然后反面正好贴这些个充电宝了，有这个考量。因为以前刚开始背面还比较平整的时候，大家就开始会贴这些东西嘛，会觉得不好握，就是太厚重了。我觉得当时我的第一直观是不是为了散热？为了散热，是为了散热，因为它是用了不同的物料去散热，牺牲了这个。而且今年就是大家好像都在猜那个 heat map， 因为安卓已经做了好几年那个均热版嘛，然后就是说感觉今年应该苹果会就是来讲均热版这个事情。对，而且我刚才其实也在跟 Francis 聊，其实会觉得现在安卓跟苹果之间越来越像，而以前是安卓一直在抄苹果，现在就感觉苹果在抄安卓的一些，比方说均热版啊，甚至包括传言要出这个折叠，感觉是安卓这边已经做了一阵子，然后苹果要抄过去的这种感觉。包括之前那个 App 就是可以自定义那个颜色。也是好像是安卓之前的一些功能，然后苹果可能觉得好像不错，觉得挺有意思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个就是时代的不同，我觉得怎么定义自己的品牌，以前是强调个性化，我说现在也会强调这个 personalize，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personalize 定义的角度和方式变了，以前叫独有性，现在的这种独有性，我觉得跟以前的不太一样，更多的包括以前我们看 Apple 的发布会，就是想要被那种新的这种震撼感，那种刺激感，但现在好像你就是失去了那种震撼感，失去刺激感之后，股票也会下跌，或者大家会找各种点去评价这个产品没有惊艳你的地方。我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产品其实已经到了它这一年做了一个更新，或者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是这样子的一个更新，对吧？因为我们大家在做产品，每一次的 iteration， 我觉得都是可多可小，就是可大可小。但是现在就是因为苹果一开始set的那个基调是那样，所以大家会有一些这个比较 negative 的 feedback。我觉得可能
也 make sense， 但是这个就是因为之前的 bar 设得太高啊，但是不过我感觉每年的苹果好像发布会之后都是股票就是跌跌2天，近2年好像都会涨回来，对，然后涨回来，好像就所有的每次发布会之前都是这个 trend。对。不过我还蛮期待那个 AirPod， 那个是对话的那个场景啊，对话，然后包括它主要的一个很大特点就是现在 AirPod 感觉时间尤其是像白天一天，如果你都是在开会啊，或者之中丢很多，那么电量其实不太够嘛。其实我还蛮期待，就是因为它好像现在说是就上一代电量2倍，还有一个降噪好像是，降噪也是升级了，对，但不知道效果怎么样。然后最近还发现一个苹果，那天在跟大家聊就是产品设计嘛，正好之前在 TikTok 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挺有意思的一个点。如果你们去 Alarm， 因为这个是一个苹果蛮经典的一个设计啊，我可以这么滚时间嘛，你其实会发现它是有头的啊，对，它是4点39分，很搞笑。但其实一般的人不会 scroll 那么久吧？当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自己就是觉得这个好像还蛮震撼的，因为你会觉得苹果肯定 figure it out， 对吧？就是肯定它完全就是把这个产品我所有的可能性都解决了的这种感觉，而且你这个就是理论上你就是一个12小时的循环，对，但其实它应该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 drop down， 然后它就是一长串数字，理论上不会有人 scroll 这么长。看完之后我就觉得苹果公司其实也有 figure out 不了的东西，其实你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补丁组合起来，就是让你感觉不到而已，但其实背后就是用各种补丁再去实现一些功能。人嘛，人造的产品嘛，就是这样。我觉得跟人自己有的时候大家有些朋友说在做设计的时候，或者在做 sales 的时候，自己内心没有底气的时候，那个话说就颤抖，就是很害怕骗人的那种感觉。但实际上我们觉得话术啊 communication skill，有的时候就包含了这一部分在里面。其实我挺想听听就 engineer 的说法，就是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这个。对，那天我也是就是看到这个之后，后来第2天开会的时候，我就跟我那个组员去分享嘛，他们当时也正好在讨论一个功能我们要怎么样去实现，然后我就跟他们说，对啊，其实你看苹果也不是所有的功能它都要去想办法做到完美的实现，就是有的时候说你的成本和你需要投入多少的开发，你这个成本是不是值得这个改变，有的时候。而且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完美的。对，那天我也是看到，就是他们说，其实AI 就是不是经常是说 AI 很多时候它就是会不确定，就是会有这种不确定性啊。其实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就比方说整个计算机它就是不确定的。就比方说计算机一个最底层的不确定的原因就是你比方说 A 加上括号 B 加 C 再括号。和括号 A 加 B 括号加 C， 理论上这2个结果应该是完全一样的，对吧？只是计算的顺序不一样，但是计算机就不行，你会发现，因为它没有办法存那么精确的一个数字，就是浮点的时候，它会舍入舍出，所以就会导致你最后算出来，这2个结果就不一样，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吧，也是技术的一些限制，这种底层的限制。同时，它也有成本各方面的考量，每年都要有 iteration 的话，我能做到什么样的地步？对。我觉得苹果的 AI 应该就是这个原因吧，因为你像苹果 AI 已经宣传了1年多，到现在还是没有launch，其实就是一直没有达到他当时宣传说我们 AI 能够做到的一些功能。我觉得可能也是有隐私啊，或者是performance， 还有包括它的一些数据能不能在就手机上运行，我觉得可能是它的一个很大的担心吧。对。就能慢慢来吧，我觉得包括很多产品或者一些公司还没有植入新的 AI 的技术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不能说好的 idea， 但我觉得就是某些国家在做这个产品关于 AI 相关的理念是不同的。比如美国可能更希望是这种原创，或者说是那种技术上的革新。当然有些国家可能会希望说，我怎么把 AI 落地的使用，真正的把现有的技术给用到位了。那我觉得这个不同的角度，但我觉得蛮好的。其实都有它存在的价值，没有高低之分。你创造出来了，但你不知道怎么去用，那没有人去用，在哪里用，这个都是需要我们刚刚说的，在一个真实的场景去反复的去尝试。那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还蛮健康的循环。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会说就最简单，你的产品好坏，设计的好坏。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刚出来是一个说法，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像苹果这个设计，我们说股价也是这个出来跌，后面又涨了，那个声音可能大家又有在用。还有就是回到前一段时间，这个就是这个 Liquid Glass 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很吐槽嘛，就是这个吐槽的都已经。你们用 Liquid Glass 卡吗？我经常会发现 Liquid Glass 那个动画是带那种光影的效果的嘛，然后我经常就发现我在那儿看我的那个 Liquid Glass， 又卡了，因为我一直觉得好像每次苹果都会做这件事情，就是苹果不是先会发 iOS， 然后再发手机，它每次就是发的 iOS 的一些功能。总会有那么一点点特殊的是只能在新款的手机上才能运行。当然今年的那个就是发布会没有讲就不知道是会有哪些小的功能是只有新的就是iPhone 17才能够用的，因为它以往好像就是会有像之前那个Apple Intelligence 就是新款的 Siri 不就是会有一些限制。所以不知道它新款的那个 Liquid Glass 是不是animation 更顺滑一些。不过我觉得就是你像当初这个 UI 的出现，很多人是反对的声音嘛，甚至我也听到说我是绝对不会升级的，有很多人都会这么讲。但其实你也慢慢听到这个使用时间长了，你接受了，或者只要哪怕体验到了一点不一样的这个感受，那人是会给自己找一定这个存在的价值。我觉得有的时候开发产品或者看待一个串子或者你怎么预判、怎么预期一个你做的产品的走向，我觉得这些人的因素反而是更需要去考虑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个关注技术科技的同时，我看待苹果今年的这些个 launch，它其实做的。我们在这吐槽的是没有一个技术上的太大的革新，但是都是 experience，哪怕就是个颜色吧，但这也是一个最简单的 effort 最小的一个人体验的这个区别，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个某种特定市场情况下一个最 smart 的一个角色。就感觉现在苹果比较安全，就是打安全牌，尤其是 Steve Jobs 之后吧，我觉得这个跟公司策略比较相关。我其实不太确定这个是跟 CEO 或者是公司的策略直接相关，还是就过去10年、20年科技是进步的非常非常快嘛。有时候我们人已经到了一个就 limit 的时候，就是你还没找到一个突破的点，所以我们只能做的就是少少的改变。但万一哪一天你找到这个突破点的时候，你可以就是飞快的成长或改变。就我觉得其实是有一点的产品会出现。我觉得其实可能就是尤其是最近开始看一些这个机器人的新闻，就会明显感觉到可能下一代产品，因为苹果引领的现在这个是智能手机的这一段时间嘛，那很明显就是感受上是机器人也许是下一个这个引领这个串子的一个产品，将来家里都有个机器人，真的就是很像电影里面这 iRobot 那种感觉。而且我觉得可能刚听你们在聊，我就想说这个，包括之前我有这个疑问啊。就世界的这个发展的方向，产品的迭代的方向，是怎么去定义，怎么制定出来的，怎么创造出来的？刚突然想到，可能这个就是这一代人在这个时期看到
的是他们想象中的世界的样子，他们的这个愿景和所谓的 dream 是什么样的，那么就会朝这个方向去 build。我觉得可能这个，真正以后世界成为什么样，可能不是说技术的出现而改变的，而不是说新的技术导致世界变成什么样，而是这其实就是来源于我们个人，这种时代人的决策。小的时候，我们家庭听到说，要去多了解一下，跟朋友们去聊你的 dream 是什么，老师也会问你的 dream 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在传统的教育里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还蛮好的，因为通过关注教育小孩的教育的走向，你能够知道这一代人之后能成长成什么样，然后怎么去引导他们，也能看到说，哎呀，这个未来的世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身边也有做老师的朋友们，他会看到现在小孩的这个一个思想的变化，也在 AI 时代里孩子成长出来的这种变化，就能发现某些事情是不可阻止的这个趋势。我可能和你稍稍不一样的一个观点是，我会觉得人的 dream 一直是存在的。其实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现在讲的机器人 AI，感觉在以前的电影和小说里就存在。是，所以说感觉就是说好像人们期待的或者是想象中的那个生活，因为技术的突破得以实现，就这种感觉。你现在会感觉到现在我们在聊的这些机器人，好像就是在电影里面都能够找到一个模板，甚至是 AI 也是能找到一定的这种模板，对吧？这个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因为可能某种技术的实现，让以前我们想象中的世界，或者是想象中的一些场景，然后现实化。从产品的角度也是，经常会说的一件事情，就是像你刚才也说跟 engineer 也好，跟产品也好，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想要这个东西可以啊，其实你想要的任何 software， 对吧？我们都可以实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时间跟成本。只要你愿意付出足够的时间或者足够的成本，你能做一个特别复杂或者特别 fancy 的 software 出来，没有问题。关键是你这个时间跟成本和你达到的这个结果能不能成正比？你愿意扔这么多时间跟成本去实现这个功能，能够带来多大的效益？对，这个我这个还挺记忆犹新。我们学校当时一个 professor 讲，就是3件事，最多只能完成2个，一个时间、成本和质量。这3个你是不可能全部达到的。你要质量和成本，那你就要付出时间；你要时间和成本，那你质量就要低一些。所以我觉得这个还做任何事情都相通吧，不只是产品。如果你有想做的事儿，就去做你的初衷只是想去做这件事情，对吧？但怎么去 operation， 那是另一个角度，它能不能给你带来什么程度上的营收也是另一个角度。但如果你的第一初衷，你的第一 goal 就是要赚钱，那你就真的其实没有必要去做这件事情。但如果你是要去，比如说做一件事情本身，你对这个有 passion， 你有好奇心，你有这个意愿，你有愿景，那就只是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就是现在也是很多这个 fireside 或者是 conference，请了很多这种 founder。现在看到新闻报道的，旧金山湾区这个聚集了一大批年轻的 founder， 甚至各个国家都有，18岁有生，大学辍学的都是比比皆是。他们都是就是有一个理念嘛，就是想去创新做一样产品，至于赚不赚钱他们也不知道，但是呢就是有一个精神，就是我作为 founder， 我作为 CEO， 我确定了要做这个事情，那我一直就去做这件事不要说做的过程中有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就是肯定是没有一个绝对的对错答案，但是我只是觉得这么一个现象，这么一个精神，还是从概率上来讲，我觉得大家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有一种归属感，有一种信念感。如果一个公司没有一个信念感，那没有这个动力去执行。还有就是现在 AI 让产品的成本更低嘛，然后包括人力成本还有开发的一个成本，
所以还蛮期待，就是说会不会能有一些更加有趣的产品，就是 Figma 里面那个 FigJam，对吧？根本就不是一个他们的主产品，就是一个 hackathon， 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哦这个好好玩，然后可以在上面贴画，可以在上面讨论，就变成了一个他们这个产品线里面还很有趣，但是又很好用的一个产品。就不光是生产力啊，或者是不光是这种让我们每天生活变得更便捷的，而是有更多这种 delight 的 experience， 我还蛮期待。人生就是体验嘛，所以很多产品的出现，也就是你要说真有什么使用场景或者目的会有，但是更多的就是大家是在想找一个新的体验。对，就是我会感觉，其实现在很多就是商用级的产品也是，某种程度上来说吧，太急功近利这种感觉。比方说，我们看到很多 social media 或者是短视频的这种用其急来吸引你的注意力，但其实这个对于用户来说也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对吧？然后，但是它就是让你有，比方说怎么样让你有那种上瘾一样的那种感觉，让你在这个 app 里面花很多很多时间。但反而不是，就是反而有的时候啊，你看 TikTok 花了很长时间，你反而心情会很差，对吧？你会觉得啊，我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会蛮期待说能不能有一些就是别的方面的产品，其实让人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得到一些正面的反馈也好，或者是有一些学习到的东西也好，或者是让你的生活的品质有所